近期，一家中国新兴电商平台拼多多在海外市场掀起了轰动。短短15天内，该公司在 Google Play 下载榜蹿升至榜首，超越亚马逊等老牌巨头。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仅用4个月时间，就在美国获得了超过1000万用户，甚至登顶苹果 App Store 的下载排行榜，足以征服最挑剔的苹果用户群。这种以9.9元包邮等极具诱惑力的价格优惠吸引用户的模式，在海外市场同样管用有效。毕竟，美国被誉为电商地狱，竞争激烈，消费者挑剔。但拼多多不仅迅速占领了市场份额，旗下的购物软件也在海外榜单上名列前茅，超越了许多本土应用。这令外界不禁猜测，拼多多在海外取得如此成绩的秘诀究竟何在？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是，在抖音事件后，这些由华人开发的软件能否在海外继续保持优势地位呢？地缘政治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话题，最近有争议言论引发关注。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拼多多这个曾被视为3、4线城市专用的电商平台，如今已成为广受欢迎的中国国民宠，连不少富人也自豪地称自己是拼多多粉丝。这种势头竟然蔓延到美国等全球市场，让人不禁好奇，是什么因素推动了拼多多在海外的迅速崛起？大家好，这是一个与金融学博士共同成长，也同时是一个希望你生活变得越来越唯美的财商成长频道。事实上，拼多多涵盖了极富洞察力的商业策略，这其中蕴含了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商业智慧。不论您是有创业梦想的人，还是正在开拓事业的企业家，都能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扩大影响力。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未来的视频了。在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的年度超级碗 Super Bowl 的中场休息时，当时最令人瞩目的不是歌舞表演，而是一则 Temu 的引人注目广告。这支广告展现了一位时尚靓丽的女性，她只需轻松点击手机软体，就能立即换上各式各样的服饰，而里面衣服最高的价位也只需9.99美元，最低仅需3美元。这支不到30秒的影片搭配着洗脑式的音乐旋律，在超级碗这个全美注目的大舞台上播映，立即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据说拼多多 Temu 投入了巨额成本购置这则广告，但从 YouTube 高达2亿次的播放量结果来看，成本似乎得到了良好回报，物超所值。这则广告包含了极具病毒式传播的元素，如勾人心弦的歌词与节奏，引发了大量网友分享转发。同时，广告本身也运用了极具感染力的视觉和音乐元素，营造出一种休闲时尚、省钱实惠的购物氛围，这无疑增强了品牌的吸引力。最吸引人的是，广告提出了一个有趣概念，要像亿万富翁一样思考消费，也就是向大家表达了，在购物时，大家应该以一种节俭精明的态度，而非盲目追捧奢侈品的方式。这种理念引发了许多人的共鸣和好奇，于是纷纷下载应用程式。然而，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美国的人民发现可以以超低价格购买各种时尚单品，像是假发只需4.9美元，连衣裙也仅需9.9美元，简直是难以置信。在目前外国通胀高企，生活开支不断上升的背景下，这样的购物体验显得格外吸引人。事实上，许多美国老百姓在平日都会感叹道，生活就要骑自行车去酒吧，该省则省。而拼多多正是把握住了当下的经济环境，消费者对于价格敏感的心理需求，巧妙地利用了外国市场这一痛点，所以 Temu 的广告才会如此引人注目。由此可见，拼多多是很重视品牌形象的塑造，他们在视觉化包装、内容营销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成功引发了用户的强烈兴趣和共鸣。这也充分说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单一的低价策略已经远远不够，拼多多还懂得唤醒消费者追求性比价的心理需求。创始人黄峥洞察力敏锐，早在创业初期就深谙以少博大的营销智慧。拼多多的背后筹谋并非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黄峥从早期就受到著名投资人巴菲特的青睐，凭借卓越的经营智慧以及扎实的运营方式，构建了一个难以撼动的竞争优势。
在拼多多的第一年，许多人嘲笑黄峥人傻钱多的百亿补贴策略。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人们觉得拼多多再这么干下去，即将时日无多，但黄峥却从容不迫。他强大的供应链硬实力让拼多多得以持续燃烧弹药，就靠9.9块包邮，在短短3年内迅速打开海内外市场，最终带着拼多多在纳斯达克上市，震惊了整个行业。这反映了拼多多其独特的商业逻辑，他们瞄准的并非表面利润，而是更高层次的资本收益。让我先以前几集视频中讨论到的中餐行业做例子去解释。很多创业者一开始就直接投入餐厅营运，但赚食客的利润极其微薄，仅占整个行业利润金字塔的底端。事实上，很多人忽视了更利润集中的加盟和配套服务等上层环节。这个例子在前面几集的视频中也有提及到。相比之下，拼多多从一开始就清楚认识到自己的赚钱模式。与上集的瑞幸一样，他看准了金字塔的最高一层，直接吸引投资者的资本收益。他明白到，只要经营模式可持续发展，拥有足够的规模，就会吸引投资者的青睐。对比餐厅的营收，加盟商的利润，资本收益无疑是最可观的。作为生意人来说，他真的很擅长捕捉需求洞察，运用数字化手段来增强用户粘性，同时注重品牌形象打造，以吸引投资者的青睐。这种全方位的经营思路，才是拼多多能够取得跨越式发展的根本原因。可以看出，拼多多创始人黄峥的成功，并非仅靠人傻钱多那么简单。他的成功源于一种全面的商业思维，他不注重眼前的利润，而是更擅长把握行业的更高层次利益。这种超越表面的洞察力，其背后蕴含了一套精深的商业智慧，值得我们细细参考和学习。不同于一般人对做生意的刻板印象，在拼多多的成功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做生意并非是那么枯燥无味。只要掌握几个简单有效的经营之道，生意也可以变得生机勃勃，引人入胜。首先，第一点关键是引流。每个商品都需要有一些让新用户忍不住想要下单的独特卖点和吸引力。比如，拼多多著名的9.9块买 iPhone 和9.9块买汽车活动，虽然引发了不少争议和批评，但却成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达到了不错的宣传效果。甚至有些人一直在等待拼多多入驻新市场，就是为了抢先一步参与这样的优惠活动。引流的关键在于挖掘人性的贪婪欲望，设计出让人难以抗拒的吸引力。补充说明一下，其一个行之有效的引流方式，就是利用社交网络效应。只要邀请5个朋友注册，就可以获得$20的奖励，这个诱因实在是太具有吸引力了。不少人都主动联系许久未联系的老朋友，邀请他们来薅羊毛，这给拼多多带来了大量的自然流量。同时，一些流量大但变现能力弱的网红也主动与拼多多合作，因为不要钱的东西，不要白不要的道理大家都懂。第二点的秘诀就在于掌握用户的核心逻辑需求。以亚马逊为例，他们曾经成功的关键在于提供极具性价比的产品，但是最近他们却被新兴的电商平台 Temu 完全甩在身后了。拼多多做事做得更加的狠，它的价格不仅低，而且会越来越低，让你忍不住想要买。这些新兴平台是如何做到价格如此便宜的呢？其实背后的策略也是非常的狠，他们不惜重金大幅补贴用户，动辄推出1折甚至1美分的超低价产品。比如 Temu 软件首页就是各种打折活动，让人忍不住想一次买个够。有些商品竟然能用1美分就买到，这对于打个8折也不愿意的亚马逊来说，无疑是噩梦。这也让亚马逊的定价策略显得力不从心。我们能理解，有不少人可能会觉得贪便宜有失身份地位，蛮丢人的。但当把任何一件丢人的事情做到极端的时候，这时候就显得非常的高大上了。如果用10块钱的东西可以买到100块钱的东西，这个逻辑就变了。事实上，当低价达到了一定程度时，反而会让人觉得自己很精明。毕竟谁不想以极低的成本买到心仪的商品呢？
虽然有人会猜测 Temu 的商业模式恐怕难以为继，但事实上，他们正在一步步抢占市场份额，动摇了亚马逊的地位，颠覆了传统电商的格局。亚马逊对于拼多多与 Temu 等新兴低价电商平台日益扩张的势头感到深深的担忧。不管是亚马逊还是阿里巴巴还是京东，其实他们的本质都是搜索型的电商，但与亚马逊等传统电商平台不同，拼多多的商业逻辑别具一格。传统电商平台像是一间仓库，用户在这里搜索心仪商品，平台则负责将各商家的产品一网打尽呈现。要想在众多商品中脱颖而出，商家就需要投放大量广告资源以提高排名，而拼多多却颠覆了这一套路。拼多多对于商家的要求很简单，只需专注于供应链和成本控制，拼多多则全权负责吸引流量和赢得用户。这意味着商家无需再为制作广告宣传头疼，仅需以最低成本提供产品。拼多多会跟上百家供应商洽谈，找到最便宜的10家，并要求他们以最低价投放商品。有了超低价格，自然能吸引大量用户。当用户越来越多时，拼多多甚至能进一步压低价格。以一个毛绒玩具为例，在美国市场，它可能要价20到50美元，而在拼多多这里，出厂价仅2元人民币。原因就在于拼多多彻底切断了中间各个环节，直接从工厂拿货，从而实现了极致的低价。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颠覆了电商领域的既有规则，也彻底冲击了亚马逊的根基。可见，成功的商业模式需要有一种强大的磁铁，吸引客户持续不断的下单购买。拼多多在低价竞争中一直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在提供超低价商品的同时确保产品质量。但是拼多多却巧妙地设法化解了这个难题。大多数用户在购买低价商品时，并不期望获得顶级质量，关键是能够迅速有效地处理用户投诉。很多用户之前就会反馈说，我明明买的是康师傅的产品，最后我收到的产品是康帅傅，还有我买的是大白兔奶糖，收到的结果变成了小白兔。但当有顾客抱怨收到的商品与描述不符，甚至是假货时，拼多多并没有选择优于传统的退货流程，相反，他们推出了仅退款的服务。这意味着，只要顾客对收到的商品不满意，他们只需点击按钮，钱款就会立即退回，无需再麻烦将商品寄回。这一举措非常贴近顾客需求。许多人之所以会对低价商品感到不满，往往并非源于产品本身，而是退货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麻烦。拼多多巧妙地识别并解决了这一痛点，让顾客在遇到质量问题时可以快速获得退款，无需再经历繁琐的流程。更巧妙的是，拼多多利用了人性中低预期的心理。当顾客收到劣质商品在生气抱怨的时候，身边的人可能会取笑你才花了多少钱啊，还想要什么？这削弱了顾客的不满情绪。而且拼多多更一招大招，直接消除了这一问题，反正最终也没花钱，又何必太生气？但很多人就形容这逻辑不对，那这个商家的利益怎么办呢？事实上，对于拼多多来说，流量就是王道。拼多多选商家的逻辑就是你不做没关系，想做的多的是了。为什么？因为流量在我手上，如果商家想要在拼多多平台上大展拳脚，就必须顺应这个规则，顺利搭上平台的流量快车。这种灵活应对的态度，无疑为拼多多赢得了在海外活下去的可能性。与那些困于传统思维，在质量和价格间挣扎的平台不同，拼多多巧妙地平衡了两者。这或许就是拼多多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拼多多的出海策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为什么不选择一些看似更加青黄不接的东南亚市场，而是直接瞄准了竞争白热化的美国市场呢？这显然与此前阿里巴巴、腾讯等科技巨头的出海策略大不相同。他选择进军美国市场，是因为这是一个充满竞争的成熟市场。这看似违背了常理，因为人们通常认为企业应该先开发新兴市场，
等积累了一定的实力后，再来挑战更加成熟的市场。他们认为，美国市场虽然竞争激烈，但作为互联网发源地，必将成为任何互联网企业的必争之地。如果能在这里取得成功，将会为企业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于是，拼多多毫不犹豫地将触角伸向了美国市场。紧接着，拼多多又进军了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市场。其背后的逻辑是，如果在美国市场取得成功，那么在其他市场复制和推广这套模式将会非常容易。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大胆且前瞻性的决策。我们不难发现，拼多多的选择充满了勇气和魄力。这无疑是一个更具挑战性的举措，但也彰显了他们的野心。拼多多在海外市场的崛起，无疑为所有正在创业或计划出海的创业者送来了强烈的警示信号。我们不禁要问，这家中国电商巨头是如何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对于许多创业者来说，一个行业太过热门或卷，往往会令人望而生畏。但事实恰恰相反，激烈的竞争环境才意味着巨大的机遇。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行业巨头往往会陷入固有思维的诱陷，难以洞见用户真正的需求。正如拼多多所展现的那样，不论对手多么强大，只要你能深入了解用户，找到他们的痛点，并以创新的方式去满足他们，你就有机会从中撬动市场。拼多多的爆发性增长就是最好的例证。2018年，当拼多多刚刚上市的时候，阿里巴巴当时和京东的市场的销售额占据了超过90%，而拼多多只有可怜的5%。但是在短短2年内，拼多多就超越了阿里巴巴和京东，成为中国电商市场的新霸主。此时此刻，当全球电商巨头亚马逊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时，拼多多的国际化版图 Temu 却已经开始在海外市场大展拳脚。谁敢保证它不会再次弯道超车，成为新的行业霸主呢？这对所有有志出海的创业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启示。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囿于成见。相反，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创新思维，洞察用户需求的变化，勇于挑战行业巨语，才能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中抢得一席之地。拼多多的成功故事正是最好的角注和指引。那么，我们本期的财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这期的节目也一如既往，让你对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多了一些新的角度和思路。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和订阅哦，您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这里是金融致富，我们很快又会再见了。